我看你最近也常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讲学，那么你觉得这个佛教在西方的发展的机会大不大？佛教在西方的机会呢，就是我不能确定，因为有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西方的人就是心比较就比较宽容应该说可能我20年前也去过这欧美几个国家，但那个时候的话呢，当时也感到很稀有，就本来西方这个欧美国家都是被这个基督教就是那么长时间当中，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学这个藏传佛教为主的，就是在这个学习，从这个趋势来推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以后呢，就是依靠各种因缘，有再次的这个发展或者复兴的机会是应该有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因为这个西方这边的一些佛教呢，就是它可能是就是注重于一些仪式，就是它并没有就是像这个汉地那样的就是很系统的就是闻思修行，就是去学习。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是尤其是在年轻人的话呢，他到了一定的时候认为这是宗教是一种迷信，他的这个信呢没有融入到真正的这个佛教的智慧当中，所以呢，即使有一些冥想上就是像其他宗教一样的可能报名的人多一点，但是呢，实际上真正宗教的教育精通的人呢，就是不一定很多的。所以说呢，这个对欧美以后有这个没有这个佛教的发展这个趋势的话呢，确实我也说的不是很这个有把握的。就是从一方面看呢，好像也有一些希望，很奇怪，就是他们呢也接受很多藏传佛教的这些这个大德，包括汉传佛教呢，就是也这个接受。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好像是尤其是欧美这边的有些人呢，就是他有一种所谓的叫做是这个宁闲思想文化吧，就是很难以这个转动，就是他自己认为是。我最近就是接触的一些，包括有一些教授的话呢，就是本来就是明明是这个有道理，但是呢，就是他一直是进不去，就是他的脑海里面就是这个思想已经凝固了，就是凝固以后的话呢，那么就即使别人有道理，也是他认为是这是我自己的道理是正确的，就是好像跟这个其他地方的有些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点不相同的，就是很难以改变。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呢，佛教再有道理，再有这个修正的话呢，他可能也不一定会承认的。对，我不是很理解西方的佛教的发展，但是我这样子观察，我觉得除了这种逃避的心态，这个当然也有，还有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西藏的问题之外，当然也有不少人真的感兴趣，但是理解到什么地步就很难讲。我常常看到一些书写什么题目是有靠佛教来实现自我，来满足自我，我就觉得这可能跟佛教的一些教理可能不太符合吧，不太一样吧。是，有点像靠经赚钱。最究竟的教理是不一样的。暂时可能佛教当中也有修黄财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人也是就是有这种就特别喜欢就是发财平安健康就是有很多人，但这个是我们说是暂时的佛教徒，就是也不算最好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呢，那么就是他应该懂到就是佛教的经验，然后自己呢也有所这个修正，就是只有这样的话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所以我看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可能要克服这些偏见就是这种逃避主义，还有这种政治背景也是这种靠这个佛教来实现自己个人的一些梦或者一些欲望这些这个成见，可能要想办法让这边的人多理解到底佛教的基本的一些想法是什么。这个也怎么说呢？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宗教课基本上不讲佛教，还有基督教，还有回教。就这样子，那么讲回教也基本上是从基督教来讲的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宗教教育是基本上重点是在基督教。现在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看我的孩子们在高中的宗教课内容基本上不谈佛教。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一个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对。